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 AMD Ryzen 5 7640HS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GMK 极摩客 M6 Ultra。Ryzen 5 7640HS 相比 Ryzen 7 7840HS 6核12线程相比8核16线程少了2核，基础频率却提升到了 4.3 GHz， 超过了 7840HS 的 3.8 GHz， 显卡核心数少了4个，显卡频率也差了 0.1 GHz。 Ryzen 5看起来确实落后于 Ryzen 7。极摩客最火热最便宜的 780M 核显小主机就是这台 K6 7840HS， 最低销售价格是1699元。其实它的外形和接口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7640HS 是差不多的。这台 760M 核显小主机的售价是1499元。在这200元的差价下，大家是愿意买 K6 的 7840HS， 还是更喜欢这台便宜的 7640HS 呢？极摩客 M6 Ultra 装置 AMD Ryzen 5 7640HS 6核12线程标压移动 CPU， 内置 AMD Radeon 760M 核显，双通道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双 PCIe 4.0x4 的 NVMe SSD， 3屏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 线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还有螺丝刀和壳片。说明书，这单槽小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功率。小主机是全塑料机身，顶盖上有极摩客的英文 logo。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耳麦接口、全功能 USB 4接口、双 USB 3.2A 口。后面板 USB 2.0 接口、USB 3.2A 口、DP 1.4 接口、HDMI 2.0 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19伏电源接口。后部、底部双侧都有通风口。直接就可以揭开底盖，看到系统风扇盖板，取下4颗边角螺丝，揭开风扇盖板，看看内部接口情况。这是系统风扇，专门为内存和 SSD 散热，2条 DDR5 内存插槽，一组 2280 PCIe 4.0 NVMe SSD， 空置另一组 4.0x4 的接口。NVMe 下面是 WiFi 6E 无线网卡。BIOS 里首页显示本机安装了 32G DDR5 内存，这里可以手动设置性能释放，安静模式35瓦，平衡模式45瓦，性能模式50瓦。我们选取了性能模式来做今天的测试。这里可以设置来电自启，这里可以设置专用显存大小，最大 16G。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DA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一条直线跑在了50瓦，整机功耗跑到71瓦左右， CPU 频率稳定在 4.2 GHz。 我们单烤了1小时01分钟，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到92度， SSD 最高温度44度，内存最高温度50度。我们用极摩客 M6 Ultra 迷你主机的 Ryzen 5 7640HS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3分2秒，共计782秒。782秒的成绩和上一代的 6900HX、6850H 差不多。CPU-Z 多线程 5213.2， 单线程 665.5， 多线程低于 6900HX、6850H。 Geekbench 5多核9582，单核1918，多核成绩与 6900HX、6850H 很接近了。Geekbench 6多核10933，单核2516，多核成绩超过了229 6900HX。Cinebench 223多核12460，单核1734，
多核成绩接近 6900HX、6800H。Cinebench 2024多核729，单核105，多核成绩稍稍落后 6900HX 一点点。Passmark 多线程24689，单线程3894，多线程接近 6900HX、6800H。综合上面的比较，吉摩克 M6 Ultra 的 7640HS 多线程成绩与 6900HX、6800H 接近。然后看娱乐大师，总分1318544， CPU 得分786,728。我们给 Ryzen 5 7640HS 运行 OpenDouble 测试 ，AES 918,806， X220 374,184， Chromebook 362,510， 在 Chromebook 成绩上接近了 6800H 和 6900HX。 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接近80帧，复杂场景60多帧。路况安全时转向。地平线4 1080P 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全程接近70帧。英雄联盟 4K 中等画质，最后大坑战平均6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画质，战斗起来50多帧。黑神话：悟空使用游戏中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义画质，超彩开到50，开启真生成，最后结果是59帧每秒。实战一下。这就是 Radeon 76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先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 最高94度，内存做显程最高78度 ，SSD 最高45度。看一下 3DMark 的图形得分 ，TimeSpy 2527，FileStreak 7085，StillNoman Night 16.67 FPS， 稳定度 99.2%。把 3D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760M 核显的各项成绩其实和 680M 核显差不多。跑那么 3.1 8B 大模型还是探测车编程，跑到了 14.22 token 每秒，
760M 核显的小主机不错啊。显示输出 HDMI 2.0 接口能够输出 4K 60赫兹8位 RGB 显示信号， USB 4和 DP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0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我们的显示器的 DP 接口可以超频到160赫兹，此时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 160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连接索尼 OLED 电视 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60赫兹8位 RGB 显示信号。Radeon 710M 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1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1 视频流畅播放。原厂硬盘测试3100兆比每秒，这是一块 PCIe 3.0x4 的 SSD，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 WiFi 网卡，这次是 RZ616 WiFi 6E 无线网卡，跑到了870兆 bps 以上，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无线性能了。螃蟹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跑到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极摩克 M6 Ultra 装置了 Ryzen 5 7640HS， 在 Windows 下的性能释放是50瓦。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烤机最高75瓦，待机最高 9.5 瓦，120瓦的蛋超小电源能够搞定。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38度， SSD 待机温度41度。生产力测试 CPU 100%的时候，机身噪音52分贝，放到耳边位置只有44分贝。我们也设置了平衡模式和静音模式，跑了 FPU 单烤。平衡模式 CPU 性能释放45瓦， CPU 最高温度90度。静音模式 CPU 性能释放35瓦， CPU 最高温度81度。这台装置 7640HS 终端 CPU 的迷你主机的 USB 4接口，可以和我 PD 输出90瓦的 LG 显示器一线通。极摩克 M6 Ultra， 它装置了 AMD Ryzen 5 7640HS CPU， 出厂最高50瓦功耗释放。CPU 性能和上一代8核16线程的 6800H 相近，但是它只有6核12线程。760M 的图形性能也和 6800H 的 680M 核显相当，它更强的地方是核显的硬解码能力，它能硬解 8K 60帧 AV1 视频，而 680M 核显对 8K AV1 是毫无能力的。双网口双 NVMe， 还有全功能 USB 4接口，可以 PD 电源输入和 DP 显示信号输出一线通，接口还是不错的。说到缺点，没有满血的 HDMI 2.0 接口，可能是我们最在意的。总结一下，极摩克 M6 Ultra 装置的 Ryzen 5 7640HS， 最高支持50瓦的性能释放，性能接近 6800H， 图形游戏性能也差不多，散热静音稳定，全功能 USB 4接口能够达成 PD 和 DP 一线通，这是一台适合办公以及家庭使用的终端小主机。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